咁多油入邊，究竟邊隻油適合油炸呢？Hello， 大家好，我係 John Health Coach，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好多人喺我前幾個油你真好嘅 video 問我，請問我用緊呢個油適合油炸嗎？可唔可以介紹咩油適合油炸呢？所以今日我就決定做呢個 video 嚟解答你哋啲問題。除咗同你哋講咩油適合油炸，我都會教你點樣自己判斷邊一種油適合油炸，讓你可以做出更明智嘅健康決定。咁油炸有兩個原理，第一，油係需要浸過嘅食物，要完全浸過嘅食物先可以均勻嘅煮熟。如果個油冇浸過食物嘅話，你嘅食物要翻嚟翻去呢，咁嗰個就唔係油炸，嗰個係煎。油炸係 deep fry， 而煎係 pan fry。第二，溫度係喺160至190度之間。溫度唔夠高嘅話，啲食物就會索晒啲油，就變到太油啦。溫度太高嘅話，食物就變到太乾，同埋油就會開始變質。講到油變質或者變壞嘅時候，我哋肉眼可以見到嚟判斷嘅淨係煙點，但係亦都有我哋肉眼見唔到嘅化學反應。煙點嘅話，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煙點越高越好。煙點係指油開始一直持續冒煙嘅溫度，係表示油分解為甘油同埋游離脂肪酸 （free fatty acid）， 然後佢哋又再進一步分解變成一種危險嘅物質叫 aldehyde。好耐以前嘅研究都已經確認咗呢一點啦，所以嗰個時候好多營養師就開始建議用高煙點嘅油嚟油炸，就開始大力嘅推廣嗰啲高煙點嘅油，例如菩提子油、米糠油、葵花籽油、菜籽油等等。但係如果淨係靠煙點嚟決定邊一個油適合油炸係唔啱嘅，因為油喺高溫嘅時候會發生啲化學反應，包括氧化 polymerization、水解、分解，都會產生對身體有害嘅物質，而呢啲全部都係同煙點無關嘅。簡單講，煙點只係喺加熱過程中發生嘅其中一個化學反應，所以要確定嗰個油係唔係定到高溫，除咗要睇煙點，仲要睇嗰個油本身嘅穩定性先啱嘅。煙點係比較直接，如果你油炸嘅溫度係170，咁當然個煙點就要高過170度嘅油先得啦。但係我哋又點知道油嘅穩定性呢？呢個我哋就要睇油嘅脂肪酸組成同埋油含有嘅抗氧化。脂肪酸又分成飽和脂肪啊、單元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最穩定嘅脂肪酸就係飽和脂肪，然後單元不飽和脂肪。最唔穩定嘅就係多元不飽和脂肪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而最容易氧化同埋分解就係呢啲多元不飽和脂肪啦。Acta Scientific Nutritional Health 喺2018年有一份報告表明，煙點係唔可以用嚟預測油嘅穩定性。呢個表你可以見到菩提子油、葵花籽油、米糠油、菜籽油，雖然佢哋嘅煙點都係最高，但係佢哋所產生嘅極性化合物 polar compounds 亦都係最高嘅，即是話佢哋分解得最多，同埋佢哋嘅氧化穩定性嘅時間亦都係最短。咁點解呢？最大嘅關鍵就係喺呢個 PUFA 嘅 column，PUFA 就係代表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越多嘅多元不飽和脂肪，油就越唔穩定。所以就算你冇關於油嘅穩定性嘅數據，你可以基於嗰款油嘅多元不飽和脂肪嘅含量嚟估計嗰個油係唔係頂得住熱嘅。咁你又會問，點解呢個咁重要呢？你有冇發覺到最近20幾年出現咗好多新嘅食用油，例如米糠油、菩提子油、牛油果油、奇亞籽油，呢啲我哋細個嘅時候都冇聽過嘅油，而個個賣家都話佢哋嘅油好健康，又適合高溫煮食，所謂嘅賣花讚花香。真正嘅好油同埋夾硬推廣為好嘅油係好難分辨嘅，所以我就會教你點樣去判斷邊種油適合油炸，甚至適唔適合去煮食添。如果將來又再出現一款新嘅食用油，你就自己可以判斷啦。So 我花咗啲時間去收集一般食用油嘅煙點同埋佢哋嘅脂肪酸含量，全部都列出嚟喺呢個表俾你哋啦。You're welcome。當然你要知道呢啲數據唔係一個固定嘅數值，有啲數據係從實驗嘅報告，有啲係從某啲品牌所提供嘅資料，例如菩提子油之前都有提到嘅研究話佢嘅煙點係268度，但係喺呢個表佢只係216，因為唔同油嘅牌子、產地、游離脂肪酸、植物種類、精製程度等等都有唔同嘅 data 嘅，所以呢個表係俾你哋作為一個參考啫。OK， 第一步就係要篩走煙點低過160度嘅油，咁我哋 filter 之後就剩低呢啲油啦，都仲有好多食用油俾你揀嘅。咁第二步啦，更重要嘅就係要攞走之前所講嘅多元不飽和脂肪，佢哋其實就係 Omega 3同 Omega 6。你之前咪講過多元不飽和脂肪係唔穩定唔耐熱 ，OK 我信你，但係而家你又同我講嗰個其實係 Omega 3同 Omega 6，你咪玩嘢啊嘛？我都聽過 Omega 3同 Omega 6係我哋嘅必需脂肪酸，對我哋身體好重要嘅喎。
冇蝦我唔知喎。係，佢哋兩個都好重要，但係我哋今日嘅飲食入邊，實在係已經有太多個 omega 6，而嗰兩個 omega 6就係導致慢性炎症嘅其中一個元素，所以我哋其實需要減少 omega 6嘅。咁 omega 3呢，當然重要，我都建議食多啲 omega 3，但係唔係用 omega 3嚟當食用油，因為佢哋嘅氧化穩定性仲差過 omega 6添。omega 3平時用嚟煮食都唔適合啦，用嚟油炸就更加冇得傾。為咗更容易睇，我就將 omega 3同 omega 6加上嚟就變成最右邊嘅呢個 column， 然後我哋要揾出邊一款油係含有30% 以上嘅多元不飽和脂肪，因為我哋嘅目的係要揾適合高溫油炸嘅油，所以選擇多元不飽和脂肪越少就越好啦。你見到花生油嘅多元不飽和脂肪係啱啱超過咗30%，我都知道花生油都幾受歡迎嘅，所以如果你中意用嚟油炸嘅話，都勉強可以。花生油點都係會比葵花籽油啊、菩提子油、大豆油好好多。咁我哋落菜籽油，菜籽油我就唔建議啦。雖然呢度係32%，都係啱啱超過30%，但係11% 係來自更加唔穩定嘅 omega 3，所以整體嚟睇都係冇咁穩定嘅油嚟嘅。再加上大多數嘅菜籽都係基因改造嘅植物，所以我仲個唔建議。拎走咗頭先 highlight 嘅一紮油，就剩翻呢啲油啦。呢啲全部都係適合油炸嘅，亦都係我會建議適合一般煮食嘅食用油。排名不分先後嘅就係椰子油、酥油，英文叫 ghee 或者 clarified butter， 紅棕櫚油同埋棕櫚油。紅棕櫚油係微精製或者少量精製嘅棕櫚油嚟嘅。動物油最好係來自草飼同埋冇打激素嘅動物。牛油果油、橄欖油同埋特級初榨橄欖油，我已經做過2個 video 關於橄欖油，你可以喺我 channel 揾到，同埋山茶油。呢度嘅每一款油都有佢嘅特性，有啲係高抗氧化，有啲係高維他命 A 同 E， 有啲有比較稀有嘅脂肪酸叫月桂酸，所以我將來會分別再詳細嘅分析每一款食用油。唔想錯過之後發嘅影片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啦。最後，無論嗰個油嘅穩定性有幾高都好，油炸嘅油係唔可以重複使用，油就係油，用咗一段時間點都會分解。總結嚟講，煙點高唔係大晒嘅，淨係睇煙點係唔足夠嚟決定嗰個油係唔係適合油炸。更重要嘅係要睇佢哋嘅脂肪酸組成，就好似人啫嘛，唔係睇外表，要睇內涵。如果你覺得呢個 video 對你有幫助嘅話，就俾個 like 同埋記得分享出去，讓大家一齊長知識。喺呢個 video 你聽到我講好多關於慢性炎症、飽和脂肪、單元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 omega 369。如果你唔知我講緊乜嘢，你可以睇下呢個 video 啦。入邊有講到50年前有一個研究，令到而家全世界嘅人開始好驚食飽和脂肪，所以睇完呢條片就記得睇呢個啦。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啦，拜拜。